载人飞船发射台倒塌，萨尔马特炸膛，俄军工为何屡战屡败？这期视频，火力军带您了解俄罗斯真正的军事实力。都说俄罗斯军工烂完了，他自己呢也不争气。先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发生坍塌，让俄罗斯60年来首次失去载人航天能力。紧接着，新型陆基导弹又爆雷，刚刚飞到550米的空中就炸膛，直接导致当地自来水被剧毒燃料污染。这些惨不忍睹的事故背后，是俄罗斯军工发展多年更加烂到骨子里的军事工业。那么，俄军工为什么这么拉了？他当前的军事实力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前的俄罗斯导弹试射失败或者新武器拉胯，还能用参数调整、计划有变来找借口。现在发生了2场灾难级别的实验，彻底揭开了这个自称世界第2大军事强国的遮羞布。第一场灾难来自载人航天飞船，这事儿发生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联盟 MS-28 飞船点火升空后，成功将3名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但还没来得及庆祝，用于发射的31号发射台的下方平台突然发生坍塌，部分构件损坏严重。不了解航天发射系统的朋友或许以为这不算什么大事，发射平台而已，没了就再造，坏了就修。就连俄罗斯联邦航天局也跳出来表示问题不大，他们有备用配件可以进行修复。然而真实情况却跟俄联邦航天局提到的完全不同。2019年1号发射台加加林号报废后，31号发射台成为俄罗斯唯一能发射载人航天任务的发射台，属于俄罗斯航天工业中的命根子。在联邦航天局跳出来解释后，多位航天专家第一时间跑来打脸，表示修不了一点。31号发射台已经塌得4分5裂了，航天局准备拿什么修？就算真能修复，时间短则2年，长则5期。以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修了近8年，越修越烂的经历看，31号发射台修到无期的可能性更大。俄航天专家对此哀嚎道：“这是俄罗斯60年来首次丧失将人类送入太空的能力。”事实证明，他们哭得太早了，因为航天拉胯的同时，核武也在掉链子。31号发射台出事的第2天，位于俄罗斯奥伦堡附近的亚斯尼试验场再度爆出大雷，这是字面意义上的爆炸。据美国防务网站爆料称，俄罗斯当天正在试射一枚新型洲际导弹，结果导弹刚升空几秒就失控进入滚转状态，并由于严重的侧向过载在空中爆炸，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丝毫不拖泥带水，丝滑的让人怀疑导弹燃料是不是用的德芙。对于这次失败，俄罗斯没有再表示问题不大，而是陷入罕见的沉默，估计也是觉得太丢人，只好装聋作哑冷处理。至于试射的新型导弹到底是什么，流传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一口咬定是搭载了先锋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匕首，也有的认为是萨尔马特，说法千奇百怪。唯一不变的说法是，俄罗斯核战略打击能力又遭到了一次重创。跟之前的诸多事故一样，萨尔马特发射失败后，又有不少俄粉跳出来给俄罗斯洗白，说导弹试验哪有100%成功的？更何况这还是一枚新型的陆基导弹，难免对参数把握不熟悉，导致出现失误。火力军只能表示，说这话的人还是太年轻。拿萨尔马特举例，俄罗斯军方把它吹得神乎其神，称其全新规格超远打击，但这玩意儿就是苏联撒旦导弹的魔改版。俄罗斯科研人员只有在有限的地方进行了技术升级，类似于加点火药调点参数，结果嘛，这一升级反而把导弹干报废了。升级的导弹还不如苏联老大哥的原导弹稳定，丢人之处可见一斑。但这还不是第一次丢人。2024年9月21日，俄罗斯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试射该导弹同样失败。过去了1年多，俄罗斯军工依旧没有长进。从航天飞船60年来首次无法飞上天，到新型导弹射不出去，接二连三的事故像2个巴掌打在了克里姆林宫的脸上。克宫却表示不服，称自己还有底牌，他还有世界第2大强国的军事实力。但实际情况是，俄罗斯这些年的军事战斗力表现的也不太尽如人意。如果单纯就纸面实力看，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也就核武打击能力有点东西，毕竟其继承了苏联60%以上的军工企业以及70%的军事力量，核弹头数量约为17500枚，拥有着全球最大的核武库。导弹的库存数量同样数以万计，从伊斯坎德尔到匕首，种类还算丰富。
在坦克储备量方面，已经核实的有上万辆，假如全部投入战场，威慑力不容小觑。在空军方面，拥有苏35、苏30等多架老牌战机，甚至5代机苏57也不断露面。至于兵力方面，俄罗斯维持着一支庞大的作战力量，从部分动员到各种志愿营，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兵力高达数百万。纸面数据看着唬人，但真到了战场上却不太精打。以俄乌战争为例，无论是国力、军力，俄罗斯的数据几乎都碾压乌克兰。结果就是这样一场原本速通的局，俄罗斯却打了快4年，打到现在甚至开始进入和平谈判环节。如果按俄乌双方这4年的损失比计算，无论签不签署和平协议，俄罗斯都是大输特输的那一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跟俄罗斯老旧的军备有关。一方面，俄军所谓数以万计的导弹都是几十年前上古时代的宝贝，要么打不准，经常炸到自家阵地，要么直接哑火，飞行员从天上投下来，落在敌方阵地半天没动静，差点让人当废铁卖了。另一方面，所谓能把高原压成平原，平原压成洼地的坦克洪流，其实真实战地比棉花还软。例如最先进的 T-14阿玛塔坦克一直活在阅兵室里，俄军根本不敢开上前线。那些上战场的都是 T-54、T-55，甚至冷战时期的 T-62。他们原本待在博物馆和仓库里吃灰，现在因为前线战略资源紧缺被拉了出来。他们的火力大小就不用多说了，能正常动都得感谢斯大林保佑，因此又被不少人称为钢铁棺材。至于俄罗斯引以为傲的空中战机，也被美欧援助乌克兰的爱国者 IRST 限制得死死，飞机飞低了怕被毒刺打，飞高了根本没法投弹，最后只能陷入左右脑互搏不知道往哪儿飞的窘境。种种现象堆叠起来，就让由俄罗斯发起的战争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速度最慢、损失最大的推进。而这一切荒诞现象的背后，都指向了俄罗斯军工矛盾重重的现状。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让人汗颜，不少人归结为北约和美国的援助太猛，还认为是乌克兰太强。熟悉各国军事的发烧友应该都知道，这些话也就只能唬唬楼下吹牛的大爷。俄罗斯真正失败的原因在于其千疮百孔的军工基础，我们从几个方面能看出来。一方面，俄罗斯还沉浸在苏联的馈赠美梦中。我们回过头看那枚爆雷的萨尔马特，俄罗斯将其视为无法阻拦的最新洲际导弹，最新2个字用得很精妙。实际上，无论是液体燃料还是井下发射，所有技术特征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产物。这几十年来，俄罗斯军工科研人员悠闲的像是度假，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在现有武器上修修补补，不少人将其称之为刷层新漆，起个新名字。在和平时期，这种发展模式还能糊弄人，真到拼刺刀的时候，短板就暴露无遗。当俄罗斯想要真正从头制造一枚新导弹时，才会发现自己完全没有那个能力。燃料方面无法突破，推进剂技术几十年没有更新，也就只能吹嘘海燕、波塞冬这种根本不敢公开具体数据的导弹。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核心原料供应上也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根据《卫报》报道，专门研究俄罗斯战争经济的美国民间组织德克尔普托克政体最近提出，为了限制俄罗斯军工的发展，可以制裁其用于制造机械润滑剂的化学品。这个机械润滑剂不是给坦克、战车车轮涂抹的黄油，而是带动机轮正常运转的特定润滑剂。这个组织最新报告指出，失去机械润滑剂，俄罗斯的战车将成为无法移动的铁皮。不过呢，俄罗斯也给自己留有后手。一家名为瑞丰新材的公司一直都在向俄罗斯提供润滑剂原材料，每年供应量高达800万公斤。但这也意味着，只要封锁这家公司的俄罗斯供应链，俄罗斯将很快陷入车不能动的窘境。由于这事儿过于夸张，连火力军要呆滞几秒。毕竟一个军事大国，怎么可能被润滑剂卡住脖子？事实却是，俄罗斯至今没有自主生产机械润滑剂化学品的能力。除了机械润滑剂，俄罗斯同样缺少生产高级导弹燃料的技术。例如萨尔马特的试射失败，就很可能是燃料过于劣质，导致推进行动质量过低才爆炸的。这从当地政府的声明可以看出来，居民被要求不要饮用自来水或是外出，因为爆炸后的剧毒燃料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当地政府估计快要忍不住怒喷导弹燃料太辣了。至于俄罗斯电子军工领域，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欧洲国家，经常有人从俄军坦克中拆解出各国的零部件。俄军坦克里的热成像仪是法国泰雷兹公司的，导弹里的陀螺仪和芯片是美国德州仪器或者商用洗机里拆出来的。唯一属于俄罗斯的东西，大概就只剩下了坦克前面的后视镜。
这种供应链的断裂现象，表明俄罗斯的军工产能实际上还处于一种缺人、缺技术的状态，良品率低得感人，自主生产率同样低得吓人。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武力，但也继承了苏联的一切，如傲慢等缺点。正如苏联解体后那句著名论断：打败苏联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自己；打败俄罗斯的不是美国、欧洲，更不是乌克兰，而是俄罗斯自己。俄罗斯跟美国等同类大国的差距，远不止军事储备的差距，而是多方面的鸿沟。如果我们将俄罗斯军工实际水平与同类大国相比，大家就能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差距。之前一直流传中美俄三足鼎立的说法，现在看来恐怕是国际军火界最大的谎言。电子工业上我们已经聊过，但还没有进行纵向对比。现在一比较，美国有硅谷的严格加持，中国则有完整的电子产业链，甚至基本实现雷达全面相控阵化。反观俄罗斯，由于长期维持俄乌战争，被欧洲、美国制裁到腿软，再加上自身电子工业底子薄，毫不夸张地说，其电子军工还处于史前状态。不少战机座舱里甚至还挂着民用的 GPS 导航仪，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导弹准头全靠运气。在拥有强大电子战能力的中美面前，这些装备跟瞎子没什么区别。而不少媒体认为，俄罗斯不敢在正面战场高度使用苏武器的根本原因，就是隐身性能和航电水平不过关。水面舰队方面，截止11月，中国已有13艘055已顺利下水。卫星图像显示，第14艘也已建造完成。至于福建舰电磁弹射，更直接针对美国福特级，这背后是世界顶级的工业制造能力。再看看美国，虽然造船厂少，但架不住存量巨大，核动力航母战斗群依然独步天下。而俄罗斯呢，唯一还在服役的库兹涅佐夫号常年冒着黑烟，躺在船坞里大修，修船的吊车还把甲板砸个洞。现在俄罗斯估计已经放弃抢救了。至于其他的军舰，也只不过是几千吨的护卫舰。这样的俄海军，别说远洋争霸了，连家门口黑海的油轮都保不住。比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向美联社的证实，其使用国产的海宝贝海军无人艇，在土耳其黑海沿岸成功袭击了2艘能运输价值近7000万美元石油的俄罗斯油轮，狠狠重创俄罗斯影子舰队。俄罗斯现在能拿出手的仍然是苏联的遗产，高超音速导弹也好，战机也罢，大部分都是老物件的魔改版，而且还改得面目全非。如今的俄罗斯人才断层，老一辈的苏联专家逐渐消失，新一代工程师或流失海外，或为了升级转行，缺乏新鲜血液和资金注入，导致战机、人工智能作战系统这些未来战争的关键领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代差。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美国在搞6代机，中国在搞可拦截高超音速目标的新型防空导弹，俄罗斯却还在费劲的给 T-72坦克加顶棚，这就是赤裸裸的差距。最后则是军工定位，美国的军工是建立在有钱有人才的基础上的，它虽然贵，但确实猛。中国的军工建立在全产业链和庞大工程师红利基础上，主要打一个量大管饱，技术迭代快。而俄罗斯军工定位非常尴尬，特别是俄乌战争开启后，大半资金都投入到前线作战上，只能沦为一个军火铺，而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军火商。总的来说，克宫虽然嘴上很硬，经常挥舞核大棒，甚至吹嘘海燕、波塞冬等核武要么无法拦截，要么可以引发毁灭性放射海啸，但常规军力的拉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际军火市场的交易不会骗人，俄罗斯武器的口碑已经跌入谷底，它的大客户印度已经彻底转向购买法国甚至美国的装备，之前还会跟俄罗斯买武器，现在却只做石油生意了。在火力军看来，在未来世界的军事博弈中，俄罗斯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地区性大国，那个曾经跟美国并肩的钢铁洪流早就生锈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对于最近俄罗斯军工频繁爆雷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